有请本届天下第一秀华国秀圣苏雪君大师上台领奖。听见没有？那是我妈妈，天下第一。什么天下第一？我异域刺绣从未服过。来人，这是我异域国宝9层玲珑绣球，核心处藏着一幅千年古绣。异域祖训：若有人能解此球，便承认那人的刺绣技艺冠绝天下。若是你能解开，我跪地磕头认祖宗；解不开，那你们华国刺绣就是垃圾。他若解开，必定碎裂；解不开，华国脸面尽失。可比起这个，我更怕他一家独大。华国刺绣的技艺，不需要用一个异域的玩具来证明。我看你是根本做不到。华国秀圣不过是缩头乌龟。谁说我们做不到？愁玉，回去。我娘是秀圣，天下第一，还轮得到她出手？你们这点破东西，我会解。小娃娃好大的口气，那你来。看，这不就解开了？这是毁坏异域国宝，这是对异域的羞辱。华国的耻辱，让他赔！秀圣的女儿就这素质。苏雪君，你怎么教女儿的？全球直播啊！我们华国刺绣的名声全毁在你女儿手里了。苏雪君，你女儿毁我国宝，辱我先祖，按照异域律法，必须废其双手，向英烈谢罪。妈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帮你。妈知道，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技艺太盛，锋芒太露。今日之事是我苏雪君教女无方，这罚我代她受。答应我，愁玉平平安安过一生，不要展露锋芒。妈，我答应你。怎么办？说是会长大人一会儿要穿的，破这么大个口子，补不好咱们就完了。你绣错了，你们可以朝里面缝。要是这样交上去，老板娘会被骂的。一个洗衣工也敢说我绣错了？就是你懂什么呀？你当初流落在外，老板娘好心收留你，你倒端起架子来了。有本事你来绣啊！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吵什么呢？我的衣服补好了吗？田中先生，补的什么玩意儿？这能看吗？这衣服价值连城，被你们补飞了，要么赔钱，要么关门，自己选。田中先生，您这是故意找茬？我就是找茬又怎样？你们还有什么活可干？今天我来就是通知你，现在就关门。从今天起，这条街上的刺绣生意归我们异域人管。田中先生，我们锦绣坊3代人的招牌。招牌？笑话！没了绣圣，什么都不是。谁说我华国刺绣什么都不是？方丈，田中先生，你这是砸店？砸店？我只是来讨个公道。你们就是看秀圣不在了才敢出来叫嚣。当年秀圣还在的时候，你们就像狗一样夹着尾巴不敢冒头。一个死人，也就是你们吹嘘的厉害罢了。就算他还活着，也比不上我异域刺绣的一根毫毛。我先出去一下。哟，洗衣工想走？急什么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我只是个洗衣的，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刚才你瞪我的那一眼，可不像没关系。怎么？我说苏雪君是个废物，你不高兴了？我没有不高兴。洗衣工，说苏雪君是个废物。说完了，我让你走。不但让你走，我还给你200万。娘，你教我藏一辈子，可今天我藏不住了。如果连你的名字被踩在脚下我都不能站出来，那我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苏雪君不是废物，你才是废物！阿玉，好得很。一个洗衣工都敢这么跟我说话。行，我给你机会。你不是要为苏雪君出头吗？来比场赛，你赢了，我给他磕头认错；你输了，你们华国刺绣永远跪着。我比。阿玉，你拿什么比？胡闹！方掌门，这里我的刺绣技术最好，我来跟他比。不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这场比赛，我亲自上场。今日我异域绣坊开张，特设刺绣擂台，
我方派出的是加贺圣子，异域刺绣，百年难遇的天才，15岁便名震全国，从未输过一场比试，连当年的苏雪君都曾说过，此女不可小觑。连秀胜都跨过她，那得厉害成什么样啊？规则简单，1个时辰为限，同绣一幅松鹤延年，谁的绣品更有神韵，谁胜。当然，你若怕了，现在认输也来得及。少废话，开始。好快！哇！阿玉，你疯了！你毁了方掌门的绣品！我的绣品，苏愁玉，你把院长的绣品毁了，你是故意的！好，哈哈哈，好一个华国人，怕输就干脆自己毁掉，这招高明啊！这丫头怎么回事啊？好好的比试让他给搅了。原本只是来请方掌门为几个月后的世界刺绣大赛做准备，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。傅先生，那个打翻茶碗的丫头，她不是打翻茶碗，她是用茶碗挡东西，眼神倒是够快，有点意思。你是故意的！这种时候递茶，你安的什么心？院长的绣品毁了，华国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！你在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了废了他吗？我深具加贺世家几代人的内力，竟然不是他的对手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只不过是华国一个低等的洗衣工。哼，连绣品都完不成，所谓华国第一的香绣大师是名不副实。第一场比赛是我们赢了。苏愁玉，都是你！这么关键的时候非要递茶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我看你不会是他们的奸细吧？什么？还装傻？我早就觉得你不对了。不仅帮他们说话，还毁了方掌门的绣品，害院长落败，你就是诚心的。要是我华国因此落败，受到屈辱，你就死定了。苏愁玉，你走吧。我还不快滚！没有他，方掌门你的手恐怕已经被废了。他救了你还不自知。你是京城首富傅景然？傅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原来是华国首富傅先生，刚好和我们一起见证华国的屈辱的时刻。才比了一场而已，现在高兴也太早了吧？连你们华国香绣第一的方修齐都输了，还有谁是我们的对手？当然有，就是他。他？傅总，你没搞错吧？刚才如果不是他毁了方掌门的绣品，第一场比赛怎么会输？傅总，你看错人了。原本我也以为这个苏愁玉有一些神奇之处，现在看来，他根本就是一个祸害。愚不可及。他们看不出来也就算了，没想到你也没看出来。刚才如果不是苏愁玉出手，你现在早就已经被废了。是茶杯挡住了银针，没想到还真是他救了我。那又怎么样？不过是凑巧罢了。苏愁玉只不过是一个洗衣工，真以为他有什么实力不成？你们商量好了没有？谁来应战？华国人不会是怕了吧？果然是懦夫。如果无人敢迎战，就识相点自己认输，背上牌匾，向我们下跪。蝉联了5届世界刺绣冠军的樱井夫人，能把全天下的景色绣进一张画里，公认的绣圣之下第一人。我是去年华国刺绣比赛的第1名，我来。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我说了，让苏愁玉上。傅总，你疯了！苏愁玉只是一个洗衣工，他凭什么？傅总，虽然你收购了华国刺绣协会，但事关华国尊严，不能儿戏。既然你知道刺绣协会的负责人是我，那就是我说了算。
天要亡我华国呀！看来从今以后，无耻窃贼的名头就要落在我华国身上了。我方修齐是刺绣界的罪人啊！放心，一切后果我独自承担。苏小姐，看你的了。要是你输了，我可是要给这帮无耻小人下跪的。放心，我不会输。看来华国是真的没人了，居然派一个洗衣工来比赛。傅先生，看来你是想直接认输了。谁说我认输了？我对苏小姐有信心。这里有300万，谁赢了就拿走。哈哈哈哈哈！傅先生大气，这300万我就先感谢傅总对我国刺绣界的贡献了。放心，这300万你们一分也拿不到。他怎么对我这么有信心？难不成他知道我是秀圣之女？第2场比赛开始。一个小小洗衣工能和我比试，够你吹一辈子。好，如此灵动的作品，难怪能蝉联5届世界冠军。樱井夫人不愧是秀圣之下第一人，除了秀圣，谁能与之相比？我们赢定了。不过樱井夫人实在是大材小用了，对付华国的废物根本不用您出手。傅先生，看来你的眼光不怎么样，你选的人不会已经被吓傻了，连动都不敢动了吧？苏愁玉，你在干什么？比赛都快结束了，你还一动不动，输了比赛你就等着当华国的罪人，被万人唾骂吧！哈哈哈哈哈！未免赢得也太轻松了吧？傅先生，奖金是我们的了。来人，快把无耻窃贼的牌匾拿来，送给傅先生。现在就下结论，未免有些太早。怎么会？苏愁玉居然真的会刺绣，而且比我还厉害！想不到苏愁玉真的有天赋，可惜还是不如九尾狐。确实低估你了，可惜有形无神，终究是死物。和樱井大师的作品比起来，差远了。是吗？画龙点睛，龙凤呈祥，好强的内力！而且这是失传已久的2面异色绣，这可是曾经皇宫里才能使用的技艺，当今世界上应该只有秀圣才会。怎么可能？苏愁玉只是一个洗衣工，怎么会这种技巧？他到底是谁？看来这一局是你们输了。不可能，你们作弊！你们要赖账。樱井大师可是蝉联了好几届的世界冠军，他一个小小洗衣工，怎么可能赢得了樱井大师？分明是作弊，抄袭了我们国家珍藏的作品。倒打一耙说我抄袭，狗皮膏药，双面异色绣法是我们华国几千年的传承，更是我娘秀圣的拿手绝技之一，怎么成抄袭你们的了？你说是你们的传承，那你们倒是拿出证据啊！这传承早就断绝，秀圣也去哪儿找证据？你们没有证据，我们可有。来人，把东西抬上来。这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四季，不仅是双面异色，更是同时涵盖了春夏秋冬4种季节，比你们的作品不知道高明多少倍。这下无话可说了吧？你们华国人就是卑劣，连比赛都要抄袭，还说自己不是抄袭者。原来我的一件失败品就被你们奉为国宝，看来你们异域人的水平也不怎么样。不过是我的随手的练习之作，还是个失败品，也当成国宝，真是可笑。大言不惭，谁都能看出这幅四季的艺术性。你一个小小洗衣工，居然说它是失败品。本来就是这幅。苏愁玉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双面异绣是秀圣的独门绝技，难道你想说你是秀圣不成？苏愁玉，你明明能绣出双面异绣，
怎么会连这都看不出来？该不会真的是像他们说的那样，你的作品是抄袭吧？我就说呢，明明刚才连绣一只蝴蝶都费劲，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厉害？原来是抄袭！苏愁玉，你把我们华国的脸都丢光了！我没有抄袭，还不承认？苏愁玉，你可知道抄袭是大错，还不立刻向他们道歉？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警察干什么？我要他跪下来，对我国的珍宝和刺绣文化磕头认错。我知道你们不信，不过我有证据，我所有的作品的隔层内都会留下一个玉字作为标记，是不是我的作品，一看便知。田中先生阻拦我，难不成是怕我？这可是国宝，岂能因为他一面之词就随意触碰？若是坏了，他赔得起吗？我帮他赔，前提是这件绣品真的属于你。看来我不用赔偿。居然真的是苏愁玉的作品，这可是绣圣的独门绝技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有这种本事，你不可能是一个小小洗衣工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能学会绣圣的独家秘技，年纪也对得上。苏愁玉，难道你是绣圣的弟子？什么？苏愁玉是绣圣的弟子？我不是。不可能，他绝对不可能是绣圣的弟子。你怎么这么肯定？因为真正的绣圣弟子在我们这里。娘亲的弟子？娘亲什么时候收过弟子？我就是绣圣的关门弟子，真相。你说你是绣圣的弟子，有什么证据？我会绣圣的绝技流云飞针。这是绣圣的不传之秘，流云飞针。你真是绣圣的弟子？那苏愁玉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绣圣有2个弟子？胡说八道！我师父只收了我1个弟子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偷学了我们流派技艺的小偷。我就说嘛，真正的绣圣弟子怎么可能在裁缝店当洗衣工？原来是冒牌货。苏愁玉，你居然连绣圣弟子都敢假冒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哪家裁缝店还敢要你？我本来就没承认自己是绣圣的弟子，是你们自己自说自话。行了，赶紧开始第3场比赛吧。跟你们这帮乌合之众待在一起，简直侮辱了我的身份。狂妄！老夫来会会你。方掌门，您的伤还没好，让我来。他是绣圣的弟子又怎么样？年纪比我小，经验肯定不如我，我未必会输。不行，你们都不是他的对手，让苏愁玉上。苏愁玉假冒绣圣弟子，靠抄袭取胜。要是还让他上场，我们华国就成了整个刺绣界的笑柄。苏愁玉的实力比你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强。胡说八道！我去年拿了全国比赛第1名，苏愁玉一个洗衣服的怎么比？不提我，方掌门可是苏绣界泰斗，第1场要不是对方使阴招，怎么可能输？你居然说苏愁玉比方掌门还厉害！傅先生，事关华国荣耀，不能任性，还是让我上吧。赌注是我出的，我让谁上就谁上，不服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出奖金。天亡我华国呀！完了！我们第1次见面，你为什么会这么相信我？我一向相信自己的直觉。既然你这么相信我，那我也不能让你失望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赢的。一个冒牌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好，这才是真正的刺绣。这次我们赢定了。果然，苏愁玉就是个骗子冒牌货。陆先生，你轻信一个冒牌货，现在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了。比赛还没结束，你们未免也太心急了。还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个废物到现在还在分线呢。流于表面，这也配叫流云飞针？完了，这个废物到现在还在分线，靠着偷学那一招侥幸赢了一局，现在原形毕露了。哈哈哈哈！看来我们赢定了。来人，把无耻窃贼的牌匾给我抬上来。
傅先生，请吧，背上这块牌匾，跪下，承认你们华国刺绣抄袭我们异域文化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！怎么，堂堂华国首富想要赖账？算了，是我没能阻止傅总，是我的责任。这个罪人还是让我当吧。这不是您的责任，都怪苏愁玉那个废物，要不是他第3场比赛怎么会输？是我鬼迷心窍，当年同意了田中一郎的计划，害死了秀胜大人，才导致华国刺绣界落寞。我本来就是华国的罪人。什么？今日这番结果是我咎由自取，也算是给秀胜赔罪了。慢着，方掌门，你向这个害死我娘的凶手低头，才是对我娘真正的羞辱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就是秀胜的女儿，至于他，只是一个冒牌货，我娘根本就没有收过弟子。我看你是疯了，谁不知道苏雪君和他的女儿已经死了？再说了，如果你真是那个女人的女儿，怎么可能当一个洗衣工？苏愁玉，你一会儿说自己是秀胜弟子，一会儿说自己是秀胜的女儿，你嘴巴里还有一句真话吗？我们华国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说的是事实，当年娘亲被污蔑入狱，后来病死，临死前给我改名为愁玉，希望能平平安安长大，所以我才选择当一个洗衣工。只是没想到你们异域人这么不要脸，不仅羞辱我娘，还找人假冒我娘的弟子，你血口喷人。如果我不是秀胜弟子，那我的流云飞针怎么解释？就你那点本事，也配叫流云飞针？看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流云飞针。这才是真正的流云飞针。苏愁玉真是秀胜的女儿。我输了，我经常欺负的洗衣工，居然是我最崇拜的偶像的女儿。我竟然输了，我们异域刺绣竟然输了。履行承诺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就是秀胜的女儿，至于他，只是一个冒牌货，我娘根本就没有收过弟子。我看你是疯了，谁不知道苏雪君和他的女儿已经死了？再说了，如果你真是那个女人的女儿，怎么可能当一个洗衣工？苏愁玉，你一会儿说自己是秀胜弟子，一会儿说自己是秀胜的女儿，你嘴巴里还有一句真话吗？我们华国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说的是事实，当年娘亲被污蔑入狱，后来病死，临死前给我改名为愁玉，希望能平平安安长大，所以我才选择当一个洗衣工。只是没想到你们异域人这么不要脸，不仅羞辱我娘，还找人假冒我娘的弟子，你血口喷人。如果我不是秀胜弟子，那我的流云飞针怎么解释？就你那点本事，也配叫流云飞针？看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流云飞针。这才是真正的流云飞针。苏愁玉真是秀胜的女儿。我输了，我经常欺负的洗衣工，居然是我最崇拜的偶像的女儿。我竟然输了，我们异域刺绣竟然输了。履行承诺吧。现在是不是该你们兑现赌注了？田中先生，3局2胜，说好了输的人要把无耻窃贼的牌匾背在身上，当着全世界承认自己是文化小偷，你们不会忘了吧？怎么着？你们异域的人向来都是这样，说出来的话转头就不算数了。欺人太甚！我们欺人太甚？呸！你们拿出牌匾的时候怎么不说欺人太甚？对方掌门下黑手的时候怎么不说欺人太甚？你们怎么被戳穿了心虚啊？你们这些人贼喊捉贼，玩不起。赌了就得认，田中会长，不然今天的事儿要是传开了，你们异域的脸可就真没地方搁了。再说了，下跪道歉不是你们那边的传统吗？对不住，是我们眼拙，在这儿给华国赔个不是。技不如人就回去好好练，下个月就是全球刺绣大赛了，到时候你们异域还是得被咱们华国稳稳压着。说的是啊，咱们有秀胜的女儿坐镇，你们异域不如趁早放弃吧，省得到了世界赛场上再闹笑话，那可就真丢到天边去了。
我们异域的刺绣手艺才是天下第一。你们最好祈祷苏愁玉还能拿得动针吧。真是疯了！秀胜的女儿怎么可能拿不动针？要是她都拿不动针，这些异域人怕不都是残废了？苏愁玉，对不起，我以前不知道您的身份，对您呼来喝去，还动手打了您。我真是太蠢了。你还是叫我愁玉吧，这么多年，我已经习惯这个名字了。方掌门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愁玉，当年我嫉妒秀胜大人的作品无人能及，鬼迷心窍，害死了秀胜大人，罪该万死。你是秀胜的女儿，理应为秀胜报仇。我这条老命，你拿去吧。我不是为了报仇才学刺绣的。方掌门如果诚心悔过，更应该发挥自己的余热，为华国刺绣界做出贡献。废物，连一个洗衣工都不如，你们有什么用？会长，那个女人是秀胜的女儿，我们确实不是对。闭嘴！她是秀胜的女儿，也不是秀胜本人。要不是你们没用，我怎么会输？怎么会当众下跪道歉？田中先生不用担心，那个人再厉害又怎样？只要让他再也拿不起针，不就好了？你的意思是？下雨了，5年前那天也是这样。傅先生，是你？奖金你赢的。我不要，我不是为了钱才刺绣的。傅先生没有别的事的话，就离开吧。我是来邀请你参加下个月的世界刺绣大赛的。傅先生，请回吧，我不会参加的。我当年落魄的时候，见过秀胜一面，是他好心送了我一件绣品，让我拿去卖了，换点钱好好生活。不过我没卖。娘，那个人好可怜啊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拿着吧，这可是我娘亲绣的，我娘是秀胜，能换很多钱呢。想不到京城首富以前居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。你告诉我这些，就不怕我说出去？说出去又如何？那本来就是我的过去，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苏愁玉，你苦学绣艺，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刺绣大赛？为什么要当一个普通的洗衣工？难道你不知道今年的刺绣大赛将决出下一个秀胜吗？你就甘愿看着属于你母亲的名号落入异域人手中吗？秀胜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名号，我也不会害死我娘。10年前的刺绣大赛，就是因为我过于在乎娘亲秀胜的名号，才鲁莽地弄坏了异域人的绣球，害他们有借口对娘亲发难。秀胜有什么好？如果娘亲不是秀胜，那她就不会被陷害，她就不会死。她唯一的愿望，就是希望我不要鲁莽。刺绣不是用来争胜斗勇的。娘，你什么时候出来？我想你。小玉，别担心，娘没事的，很快就能出去陪你的。娘，是不是那些异域人陷害你的？我一定会努力学刺绣，打败他们，给你报仇。愁玉，答应妈，不要报仇，妈只希望你好好活着。娘，你骗人！不是说好了很快就能陪我的吗？都怪我，娘，是我害了你。如果不是我当年太好胜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是我害死了我娘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刺绣过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放弃了刺绣，当一个洗衣工。如果不是因为今天他们侮辱我娘，我也不会动手。现在，傅先生还要劝我继续刺绣吗？你不想做的事，没有人能逼你做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跟你无关，我们只找他。你们是田中一郎的人，我说了，跟你无关，让开。如果我不让呢，那就一起解决。我拖住他们，你找机会跑。不行，他们是来找我的人，我不能丢下你。没有了这双手，你还能绣吗？苏愁玉，要怪就怪你挡了我们的路。华国秀胜，今天以后就不复存在了。
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我的手。你别急，医生说神经需要时间恢复，我已经联系了全国最好的专家，他们明天就到。不用了，这都是我应得的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本来就不想再刺绣了，还有什么可医治的？而且，说不定这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你不要这么想，只要积极配合治疗，你的手一定能康复的。行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静静。苏小姐，您真的是秀胜的女儿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了昨天的直播，我妈妈也看到了。我妈妈以前也是绣娘，她最喜欢秀胜的作品了。她说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能跟秀胜活在同一个时代。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得我妈妈，我还以为……苏小姐，你这么厉害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新的秀胜的。妈妈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麻烦你帮我叫傅先生进来。怎么了？傅先生，帮我安排手术吧。好。医生说你恢复得很好，再多做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。你不用安慰我。别急，这才第一次。我的手指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。没关系，可以慢慢练。下个月的全球刺绣大赛，我一定会参加。我要亲手打败那帮异域人。好，要参加全球大赛，需要有顶尖绣坊参赛名额。我明天就去各大绣坊试试。不用去别的地方，我名下的锦玉绣坊就有参赛名额。锦玉绣坊？不过名额有限，你得自己争取。从实习绣娘开始，凭本事拿名额。好，我从实习开始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来报道。副总，手术费用和专家费用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副总，锦玉绣坊就是您专门为苏小姐开的，参赛名额您为什么不直接给她？她不需要这种小动作。而且，我喜欢的就是她这种自己拼搏的劲头。王经理，不就是来个实习生吗？怎么还要您亲自到门口等着？你懂什么？李特助亲自打了招呼，今天来的人很重要，只要把人照顾好了，副总那边肯定有赏。您好，请问这里是锦玉绣坊吗？我是今天来入职的实习生。您就是来入职的实习生吧？我是这儿的王经理，专门在门口等您的。没错，是我。我也是今天来入职的。王经理，两个都是实习生，到底哪个才是副总要关照的人啊？还用问？副总要关照的人能穿成这样，肯定是这位。小姐您贵姓？副总特意交代过要好好接待您。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过误会就误会吧。免贵姓柳，副总还特意交代了。那当然。柳小姐，您跟我们副总是什么关系啊？关系嘛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原来是未来的老板娘。来来来，您快请进。大家停一下，今天有2件重要的事要宣布。第一件事，副总的女朋友来咱们绣坊了。天哪，长得真漂亮，一看就心灵手巧，跟副总真是般配。柳小姐，您这衣服真好看，皮肤也太白了。傅景阳有女朋友了，我最好还是和他保持距离，免得引起误会。第二件事，下个月就是世界刺绣大赛，咱们锦玉绣坊有1个参赛名额，任何人只要刺绣功夫好，都可以报名参加选拔。我报名。他们以为我是副总的女朋友，这名额谁敢不给我？等上了世界赛场，我就是国际知名的刺绣大师了。柳小姐是副总的女朋友，手艺肯定一流，这名额非她莫属。就是，我们哪好意思跟柳小姐争？我也报名。穿成这样也配跟我争？不自量力！不知道苏愁玉在这里适不适应，她的手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柳小姐，你这衣服真好看，是副总送的吧？那当然，看看这个，手工刺绣，秀胜亲手做的，价值连城。秀胜，天哪，副总对你也太好了！
苏愁玉，你手还没好，怎么一个人搬这么重的东西？这些是刺绣要用的物料，不重。柳小姐，副总来了。副总平时很少来绣坊，肯定是来看柳小姐的。副总怎么跟苏求玉说话呀？可能他在问路吧。那您快过去打招呼呀。你的手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让我看看。恢复的还不错，谢谢傅先生关心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这样不好，要是让你女朋友看见了会误会的。女朋友？我哪来的女朋友？副总好。你是？我叫柳如烟，是新来的实习生。好好干。跑的倒是挺快。李助理，给锦玉绣坊送一套辅助绣架过来。还有，我记得玉珍楼有一套宫廷绣针，帮我买下来。刚才没跟副总说上句话，不会露馅儿吧？大家停一下，副总说了，大家最近辛苦了，给每个人配一个新绣架。今天下午茶也安排上了。柳小姐，你太厉害了，就跟副总说了2句话，就给我们谋来这么多福利，我们全是沾了你的光。难道副总真的喜欢我？柳小姐，副总对您可真好，又是绣架，又是下午茶，以后您当了老板娘可别忘了我们啊。傅景然人还不错，怎么找了个这么浮夸的女朋友？苏愁玉，你摇什么头？不服气？我没有不服气，我对你是什么身份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练习刺绣，通过选拔参加世界大赛。还有，既然你已经报名了，就好好练习，不要总是偷懒。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那个名额还用比吗？我是副总的女朋友，名额不给我给谁？就是什么公平竞争，那都是说给外人听的。不可能，傅景然不是那样的人。说的好像你跟副总很熟似的，一个实习生也配跟我谈公平竞争？请问这里是锦玉绣坊吗？副总让送来一套绣针给一位绣娘的。是我的，景然送我的礼物肯定是给我参赛用的。副总对柳小姐也太上心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柳如烟。不好意思，这上面写的是送给苏愁玉苏小姐的。您是苏小姐吧？麻烦签收一下。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收。苏小姐，您就签了吧，别为难我了。副总要是怪罪下来，我这工作就保不住了。怎么回事？副总的女朋友不是柳如烟吗？怎么给苏愁玉送东西？还是这么名贵的绣针？你干什么？苏求玉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你配用这么好的绣针吗？怎么回事？王经理来的正好，苏愁玉抢副总送我的绣针，是他抢我的东西，还弄伤了我的手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那是你的东西吗？你就拿？那分明是副总送给柳小姐的。没错，快递员搞错了，你还真以为自己配用这么好的绣针？你苏愁玉只配用这些破铜烂铁。苏愁玉，你脸皮是真厚啊！昨天都那样了，今天还能若无其事的坐在这儿绣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去给我倒杯咖啡。我不是来当佣人的，是来当绣娘的。想喝咖啡自己去倒。苏愁玉，柳小姐让你倒杯咖啡是看得起你，别不识好歹。就是，柳小姐可是副总的女朋友，让你干点活怎么了？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听见没有？连他们都懂的道理，你不懂。你一个实习生，手抖的连针都拿不稳，绣出来的东西跟狗啃的一样。洗衣工你都不配，还想参加世界大赛，白日做梦。我现在还让你待在这儿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就你这双手，去街边摆摊都没人管管。你以为离了锦玉绣坊，还有哪家绣坊会要你？我能不能当绣娘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选拔赛上见就是。选拔赛？你还真以为自己能上选拔赛？苏求玉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名额是我的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拿你那双抖得跟筛子似的手，还是拿你绣出来的那些破烂？我懒得理你。苏愁玉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包有多贵？这可是绣圣亲手绣的，你10辈子都买不起。你拿什么赔？拿你那条贱命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包有多贵？这可是绣圣亲手绣的，你10辈子都买不起。是你先拽我的，你要是不拽我，包根本不会破。你还敢顶嘴？我拽你，我为什么拽你？因为你不听话，让你倒杯咖啡你都不肯，你还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又怎么了？王经理，你看看，苏愁玉把我的包毁了。这是副总送我的，上面有绣圣亲手绣的花，价值几百万。苏愁玉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连柳小姐的包都敢毁。不是我毁的，他拽我，袖子勾到了包带，是他自己扯破的。你胡说！我好端端拽你干什么？是你想偷我的包，被我发现了就想毁掉。
我偷你的包？这包是真是假都两说，我用得着偷？王经理，你听见没有？他毁了我的包，还污蔑我的包是假的，这事儿你必须处理。苏愁玉，损坏他人财物还血口喷人，你现在立刻给柳小姐道歉，然后照价赔偿。我没有错，是他挑事在先，拽我在后，包也是他自己扯破的，凭什么我赔？凭什么？就凭柳小姐是副总的女朋友，你呢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苏愁玉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从第一天来你就摆着一张臭脸，好像谁欠你似的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混成这样吗？因为你又穷又倔，没本事，还一身脾气。你看看你穿的什么，骑的什么，用的什么袖珍，就你这样还想当绣娘，还想参加世界大赛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包你不赔，就别想踏出这个门。不过我看你也拿不出几百万，不如这样，你现在跪下给我道歉，然后自己辞职滚蛋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你说完了吗？怎么嫌我说的不够难听？你这种人就是……你这包根本就不是秀胜的作品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包不是秀胜的作品？苏愁玉，你是不是被逼急了，开始胡说八道了？就是苏愁玉，你一个实习生见过秀胜的作品吗？张嘴就来说人家的是假。我这包是副总送的，副总是什么人？京城首富，他送的包能有假？苏愁玉，你不就是赔不起吗？赔不起就直说，用不着编这种瞎话。秀胜的针法讲究落针藏锋，正面看不到针眼。你这包上的牡丹，针眼大的跟米粒似的，线头也没收干净。秀胜要是绣出这种东西，不用等封针，早就被人赶出刺绣界了。你懂什么？这是特殊工艺，艺术效果。你一个连针都拿不稳的实习生，也配点评秀胜的针法？秀胜用色讲究过度自然，一朵花至少用12种渐变同色线。你数数你包上的牡丹，一共用了几种线？3种、4种。这种配色水平，连街边裁缝铺的学徒都比不过。好几种，好像确实没几种。那些针眼是挺明显的。你们看他干什么？他一个实习生胡说2句你们就信了？我这包就是秀胜的真迹。苏愁玉，你就是不想赔钱，所以在这里编故事。我是不是编故事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说这包是副总送的，副总现在不在，等他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当面问问。你少拿副总压我！你以为副总会帮你说话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他女朋友，他当然听我的。你们在吵什么？你们在吵什么？副总，是苏愁玉，他把柳小姐的包弄坏了。副总来的正好，苏愁玉毁了柳小姐的包还不认账。完了，他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苏愁玉，副总亲自来了，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是柳如烟先来找我的麻烦，他让我去给他倒咖啡，我不去，他就动手拽我。包是他自己扯破的，他还弄伤了我的手。你受伤了？让我看看。副总还是去关心自己的女朋友吧。这是我的辞职信。包坏了是吧？购买记录你留着，直接找财务报销。副总怎么好像更在乎苏愁玉？而且他让柳小姐拿购买记录，那包不是副总送的吗？他自己不知道。他给我买的东西太多了，哪记得住每一件？而且他不希望在公司公开我们的关系，怕影响大家工作，所以才装作跟我不熟。那副总追苏愁玉干什么？肯定是去教训他了。等着吧，苏愁玉明天就不会来了。走走走，我请大家吃饭去。苏愁玉，你的手受伤了，让我看看。副总，你也是有家室的人了，我们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。什么家室？副总还以为我不知道。算了，说这么多也没用。本来以为傅先生是个信守承诺的人，现在看来是我看走眼了。这是辞职信，请副总批准。你要辞职？为什么？难道你不想参加世界大奖赛了？明知故问，你都已经把名额内定给了你的女朋友柳如烟，为什么还要骗我？是觉得我双手残废好欺负吗？还有你送的那套袖珍，如果你要送给别人，就不要经过我的手，害我被人当众羞辱。苏愁玉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内定了名额？就算要内定，那个人也只会是你。而且我根本就没有女朋友，那套袖珍就是送给你的。是吗？那柳如烟呢？她亲口说她是你的女朋友。柳如烟？我不认识什么柳如烟。你是说有人在绣坊里假冒我的女朋友作威作福？你是说，难怪她那一身全是假货，包是假，身份也是假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王经理把她开除。算了，她可能只是虚荣了一点，不至于被开除。而且她说自己精通好几个国家的刺绣技术，现在我的手不知道能不能恢复，说不定比赛还要靠她。你看着我干嘛？真想不到你还会使这种性子，还挺可爱的。苏愁玉，你不是说要辞职吗？怎么还有脸坐在这儿？柳如烟，我好像没有招惹过你，你为什么一直针对我？我作为绣坊未来的老板娘，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吃干饭的废物。
你自己看看你绣的是什么东西，狗屎都不如。到底是谁把你招进来的？不管是谁招我进来的，我都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。而你呢？从进公司到现在什么都没做过，所有活都丢给别人。柳如烟，就算要走，那也应该是你走。放肆！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？苏愁玉，你傻了吧？你还想开除未来的老板娘？就是，上次你弄坏柳小姐的包，她还没让你赔，你不跪下来感谢就算了，还敢顶撞柳小姐？我可以赔，只要你拿出购买记录，我10倍赔给你。购买记录我弄丢了，丢了。我看是你不敢拿出来吧，怕自己一身假货的事儿被拆穿。我懒得理你，我还要通过考核参加比赛。你还在做梦呢？都说了名额早就内定了，是我。大家注意，副总说了，这里有一件非常珍贵的礼服破损了，谁把这件礼服修好，谁就能代表绣庄参加世界大赛。奇怪，不是说名额已经内定给柳小姐了吗？怎么突然又要比赛？对啊，柳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当然是因为我不想太高调。我虽然是景然的女朋友，但也不想让人觉得我是靠着关系才拿到名额的。我要凭真本事赢。柳小姐不愧是副总的女朋友，太有格局了。明明可以躺赢，偏要靠实力。就是以柳小姐的海归背景和刺绣功底，就算堂堂正正的比也肯定能赢。我们这些人就是来凑个热闹，给柳小姐当陪跑的。糟了糟了，我自己什么水平我最清楚，我哪会绣什么礼服？这下完了。你们可真厉害。柳如烟进绣房这么久，一次针线都没拿过，你们就已经知道她的实力有多强了。苏愁玉，你懂什么？柳小姐可是海归，在国外学过好几年刺绣，精通好几个国家的针法。就是你一个连分线都分不好的实习生，有什么资格质疑柳小姐？就怕她不光是包，其他的东西也都是假的。苏愁玉，给我等着，等我过了这一关，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。这件礼服是副总特地送来的。副总说了，这既是考核也是奖励，谁赢了这场比赛，这件礼服就归谁，让他穿着去参加世界大赛。天啊，这礼服也太美了，这上面的刺绣我见都没见过。这不就是副总专门给柳小姐准备的礼物吗？居然用这种方式来送，太浪漫了。副总对柳小姐可真是用心良苦。是啊，知道柳小姐不想走后门，就专门设了一场比赛来送礼物。这世上哪找这么好的男朋友去？完了完了，这么贵的礼服，上面又是金线又是古法刺绣，要是被我修坏了得赔多少钱？我一个月工资连一颗扣子都买不起。还好这段时间恢复的不错，虽然还是有点抖，但只是一场考核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好，谁先来试试？这礼服太贵了，我连碰都不敢碰。上面的刺绣手法太古老了，我根本修不了。这件礼服恐怕只有柳小姐能修了，我们这些人上去就是丢人现眼。柳小姐精通多国织法，肯定没问题。怎么办？我根本就不会什么刺绣，来绣房1个月连针都没拿过，现在一动手就全露馅了。走开走开！你一个绣针都拿不稳的废物，在这里碍什么事儿？我也是报名参赛的人，难道连观察都不允许吗？苏愁玉，做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你一个残废还真想参加世界大赛？你是去比赛还是去丢人？苏愁玉，你在这儿添什么乱？你连最简单的刺绣都弄不好，要是碰坏了这件艺术品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柳小姐精通那么多国家的刺绣技术，今天终于能见识了。是啊，我们有幸能看到大师出手，这机会太难得了。柳小姐，您怎么还不动手啊？我这是在仔细观察，你们不懂，真正的大师每一针都要深思熟虑。苏愁玉是个废物，手抖的连针都拿不稳，要是让他先上，他肯定把礼服改坏了，到时候我就把责任全推给他。哎，我这手腕前2天扭伤了，现在使不上力，而且我怕我一出手，这比赛就结束了，大家连展示的机会都没有，还是让别人先来吧。柳小姐真是心怀宽广，这种时候还能替别人着想，这就是大师的格局。苏愁玉，你来。苏愁玉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他把袖子剪了，这件礼服全都毁了。苏愁玉果然是个草包，居然直接把袖子剪了，这下完全不用担心了，责任全是他的。这件礼服的破损在胸口，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胸口。整件衣服的刺绣针法用的是双面推绣，胸口那处破损是丝线从背面被扯断的，要修复必须先拆掉一只袖子，从内侧重新走线，否则补了外面，里面还是会。闭嘴！你一个实习生也配谈什么理念？什么双面推绣，什么内侧走线？你把这件礼服给毁了！你知道这件礼服值多少钱吗？都来看看，苏愁玉把礼服剪了，本来我可以把这件衣服修成全世界最珍贵的艺术品，现在全被你毁了。苏愁玉，你是锦鱼绣坊的罪人，这件礼服你必须照价赔偿，少1分都不行。柳小姐，我原本以为你拿着假包
穿一身假货冒充副总的未婚妻已经够不要脸了，至少我以为你还有一身刺绣的本事，做不了假。现在看来，你连刺绣的水准都是假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的刺绣水平是假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就是苏愁玉，你太不像话了！柳小姐是海归高材生，你敢说她的水平是假的？一个连针都拿不稳的人，还敢质疑别人，真是笑掉大牙！柳如烟，你刚才说你能把这件礼服修成全世界最珍贵的艺术品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这件礼服用的是什么针法？破损处要补的话，需要多少股丝线？这是高级针法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我不想跟你浪费口舌。你不是不想说，你是说不上来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懂。柳如烟，你就是个绣花枕头，一肚子草包。我刚才只是拆了一条袖子而已，你就说礼服毁了改不了了？你不是改不了，你是根本没本事改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柳小姐？你自己什么水平，心里没数吗？她没本事改，我能改。你一个手抖的连针都拿不稳的废物，你能改？你拿什么改？拿你那双残废手吗？苏愁玉，你要是改不好，今天你就给我滚出锦玉绣坊！手抖成这样还敢上？苏愁玉，你输定了。苏愁玉，你要是改不好，今天你就给我滚出锦玉绣坊！手抖成这样还敢上？苏愁玉，你输定了。这也叫刺绣？你们看他那手，跟得了帕金森似的，针都快拿不住了，还在那儿硬撑。就是好好一块料子被他糟蹋了。这礼服本来还能救一救，现在彻底没救了。等等，你们看他的手不抖了。他这是什么针法？我见都没见过。那针尖落下去的地方丝线全立起来了，怎么可能做到？克服了内心这一关，手已经没有那么抖了。太好了，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但这个名额我志在必得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那朵花和原来的纹样完全对上了，根本看不出修补的痕迹。不可能，他不是一个残废吗？他怎么可能绣出这种东西？苏愁玉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用的什么针法？那朵玉兰花的层次感是怎么绣出来的？教教我们吧。其实不难，这种双面推绣的关键在于走线时要顺着丝线的纹理，不能逆着来。破损处不要直接补，要从旁边完好的地方界线，把旧线和新的丝线编在一起。界线？还有这种手法？这样补出来的地方才不会鼓包，正面反面都看不出来修补过。怎么样，是我赢了吧？柳如烟改不了的东西，我改了，这个名额是不是该给我了？这苏愁玉居然真有两下子，可名额要是给了她，柳小姐回头跟副总一告状，我这经理还当不当了？这个嘛，苏愁玉，你确实改好了，但柳小姐还没动手呢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比她更厉害？王经理，刚才不是说好了谁改好就是谁的？柳如烟不是没有机会，是她自己放弃了。没错，苏愁玉，你真以为耍点小聪明赢了一轮名额就是你的了？那是我让着你，你看看你刚才绣了多久，换我上10分钟就搞定了。柳小姐说的没错，我看这个名额还是给柳小姐吧。王经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苏愁玉，差不多得了，我可是傅景然的女朋友，这个名额给我，理所应当。什么理所应当？谁说名额是你的？副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边有点小争执，我马上处理。不用处理了，我刚才在门口都听见了。柳如烟，你说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什么时候交了女朋友，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副总，我没说过这种话，都是他们瞎传的。柳小姐，明明是你自己说的，你说副总对你特别好，给你买包买衣服。对啊，你还说副总不公开关系是怕影响大家工作。我给你买过包，买过衣服。柳如烟，今天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，我居然有个女朋友在这里作威作福。副总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。行了，还有你，副总，我是被蒙骗的，我错了。不用说了，王经理，柳如烟，你们两个现在去财务结工资。锦玉绣坊不需要一个草包，更不需要你这种谄媚的废物。苏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之前都是被柳如烟骗了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你的手恢复得不错，还差得远，不过打个草包够了。世界大赛下个星期开始，
锦玉绣坊的名额归苏愁玉，有谁不服吗？欢迎来到世界刺绣大赛。今天，来自各国的顶尖绣师将同台竞技，最终的胜者将获得世界刺绣组织的最高认可，成为新一任绣圣。方掌门，那边是异域的人，苏愁玉不在，我们能赢吗？若晴，我们不能总是依靠愁玉。秀胜和愁玉已经为华国付出太多了，这1个月你的进步很大，不要还没比就先怕了。这不是上次在大街上丢人现眼的2位吗？怎么，苏雪君的女儿不在，你们还真敢来参赛？你们才是手下败将！上次跪在地上道歉的是谁？忘得这么快？等苏愁玉到了，看你们怎么猖狂！哼，他来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谁说苏愁玉来不了了？苏愁玉，苏愁玉，你真的来了！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。姓田中的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秀胜的女儿在此，你们完了！不是说他的手已经废了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慌什么？他的手确实废了，那些忍者可是我亲自安排的。他现在是硬撑的装样子，真动起手来什么都绣不了。苏愁玉，听说你的手已经废了，一个废人，不会真以为我们还会怕你？就算我的手废了，也不是你们这些小偷可以碰瓷的。嘴硬，上了赛台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硬气。各国选手请就位，第1轮比赛即将开始。苏愁玉，你的手真的没问题吗？刚才嘉禾圣子说你的手有问题也要上。华国不能没人。苏愁玉，你的手真的没问题吗？刚才嘉禾圣子说你的手有问题也要上。华国不能没人。第1轮，苏绣限时1炷香开始。方掌门，他的手在抖，抖得很厉害。我看见了。果然，那晚的一刀没有白费。从今往后，秀胜这2个字就是历史了。不要！绣布破了，堂堂华国秀胜，第1轮就把绣布绣破了。胜负已分，一个连针都拿不稳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坐在这个赛台上？绣布都破了，还坐着干什么？下去！什么秀胜的女儿，徒有虚名。华国是没人了吗？派个残废上来。我们大老远跑来看比赛，不是来看一个手抖的人表演丢人的。你们闭嘴，不许骂他！你们根本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。他们说的没错，我现在的确连一幅完整的作品都完成不了。你别这么说，你只是手还没恢复好，再给你一点时间。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我还是没有办法迈过那道坎。只要一站在这赛台上，我就忍不住想起娘为了保护我自废右手。愁玉，你母亲的事是意外，不是你的错。愁玉，傅先生说的没错，当年的事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们3个老东西的错，是我们利欲熏心才酿成大错。愁玉，当年秀胜离世之后，我们也找过你的下落，了无音讯。幸好你还活着，秀胜还有传人，我们华国的刺绣界还有希望。你们，愁玉，我们3个罪人不敢奢求你原谅，只希望能在最后关头将功补过。快停下，这样下去你们会死的。我们3个罪人早就该死了。愁玉，华国刺绣界就靠你了。苏愁玉，你还记得那天在雨里你跟我说过什么吗？我说过很多话。你说你能成为秀胜1次，就能成为秀胜第2次。你说你要亲手打败那帮异域人，这些话都是你说的，我一个字都没忘。那是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手会恢复得这么差。你看我现在，连一根直线都绣不出来。我相信你，不是因为你是秀胜，也不是因为你能绣出什么传世秘状。那你信我什么？5年前在街头，一个满脸灰尘的年轻人圈在墙角，
有个姑娘路过，给了她一个香包，说拿着吧，去换点钱，活着就有希望。那个姑娘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，但他还是帮了他。能说出那种话的人，不管拿不拿真，都不会轻易放弃。怎么到你自己身上，这句话就忘了？苏愁玉，我也相信你。以前在裁缝店，我对你那么坏，呼来喝去，还动手打你，你后来都没有记恨我，还替我说话。你连我这种人都不放弃，凭什么放弃你自己？华国选手下一轮是否继续参赛？如果放弃，华国将直接失去比赛资格。母亲，你在天上看着我吗？女儿逃了5年，这一次不逃了。继续，第2轮我上。垂死挣扎，第2轮由我们副会长亲自出手。他苦练香绣10年，不是你这个废人能比的。垂死挣扎，第2轮由我们副会长亲自出手。他苦练香绣10年，不是你这个废人能比的。第2轮香绣开始。你看他真都快握不住了，还比什么？你们闭嘴！比赛还没完呢。就这种速度，我让你半炷香你都追不上。我苦练香绣10年，拿过3次国际金奖。你一个残废，拿什么跟我比？不如现在就认输，省得待会儿更难。不对，他不是在拖时间，他每一针都压住了上一针的线尾，这是香绣里最古老的锁线针法。这种针法极慢，但绣出来的东西水洗火烧都不会散。他每一针都压住了上一针的线尾，这是香绣里最古老的锁线针法。这种针法极慢，但绣出来的东西水洗火烧都不会散。这仙鹤绣的可真好，跟马上要飞出来似的。还不肯认输？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，你就算绣到天黑，也最多是个第2名，何必呢？愁玉，不要放弃，想想你的妈妈，你可是秀胜的女儿。我绣完了。绣花花生香，绣鸟能听声，绣鹿能回头。这鹿的眼睛里有光，它在看自己的家。那鹿的眼睛是真的在看我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在看我，它是怎么做到的？比不过，根本比不过。我练了10年香绣，拿了3次金奖，结果他手废了都能赢我。服不服？我们苏愁玉手受伤了都能赢你，你们一语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还有1局，你们急什么？3局2胜，现在才1比1。苏愁玉，第3局我来。你的手第2局已经撑到极限了吧？刚才那幅9色路图，你绣到最后手又开始抖了，我看见了。你来试试不就知道了？最后1局，苏绣双面异色，这是刺绣界公认的最高难度，胜者将直接获得秀胜称号。上一次你施展了流云飞针，侥幸取胜，不过那是因为你的对手不是我。今天你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了。苏愁玉，你的流云飞针呢？怎么不使出来了？是手废了，使不出来了吧？春山秋谷，同一块布两面完全不同的景色。加贺圣子是加贺流100年来第1天才，这一局我们赢定了。他的手不是废了吗？为什么越来越稳？不能再等了。小心！飞针，不要脸的东西，又是阴招。不用管这边，继续绣。12根针，他一个人扣12根针。第3局，华国苏愁玉胜，2局对1局，华国队获得本届世界刺绣大赛总冠军。让我们恭喜秀胜苏愁玉！